广告讲完了，接下来要来讲儿寓寓一的 MV 的作品了。首先是他会喜欢搞一种叫做万花筒型拍摄。Perfume 的这首 Nair 是2010年的，他当时用的技术是他3台摄像机，然后围着中心绕圈拍，就很像一个3D 的这样子的万花筒。但是呢，他其实到2008年的时候，他在 Baseball Bell 他就已经尝试了，就2台摄像机拍，然后再加后期合成。然后呢，再往前推呢，可以推到2007年的时候 Uniqlo。他拍4个人，但是这3个的区别 Perfume 的 Nair 和那个 Baseball Bell 的 Changes 都是有技术的加成，而 Uniqlo 是没有技术加成的，就纯靠镜头，然后拍出这样子的角度感。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的美学目前的发展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平面也好，美学的发展是跟科技是离不开的。以前是静态，然后慢慢的到动态，然后从平面到立体这样子的转变。但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他能把技术这块拿掉了之后，拍出这种万花筒形式，那我会觉得他非常厉害。真的就是其实怎么说，是很需要现场的调度和演员他们自己的表现要求是要到位的。对，而且包括我觉得其实可能在他的心目里面有一些画面是他一直想不断的想要去精益求精，不断想要去实现的更好，所以说可能从2007年一直到后来这个Nair，他可能做到最后是实现了他最想要的那个视觉效果。对。在他后儿育时期，他逐渐放弃了他的精美构图之后，我发现他这个人其实心里边真的是住着相当80、90年代的一个氛围。一个是水曜日的那个堪帕雷拉，叫做 Issue Song， 然后另外一个是纪念吃豆人40周年 MV，就2首歌的氛围还有灯光都是怀旧气氛的，甚至他的那种舞蹈风格都有点像。对，我也觉得就是这2个，一个是本身的色彩就非常大胆，再加上那个滤镜就真的是很 disco 的那种感觉。对，我想问一下，他还帮 Perfume 拍过其他 MV 吗？有，他帮 Perfume 拍的几支我真的是有一种怎么了？有种断层感。我确实是没有觉得好像很有他的。有一个点是 Perfume 的 MV 其实都是 tie up 广告的，或者是说那个广告商才是真正的甲方。然后又因为可能儿育在广告片上的成就已经有一定的地位了，所以他们才会去让他来帮他们拍这个 MV。Naturally ni koiste 那个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很喜欢这支 MV， 没有太大的科技感。对，这支 MV 其实我觉得拍的挺妙的原因，就是因为儿育基本上是把镜头给 lock down， 然后光圈基本上也 lock down，就是纯靠它下面那个轨道来转变出一种动态感。就当时来说，在没有投入很多的钱的情况之下，他把这个动态感制造出来，其实是让我有一点惊讶的。他说是布景的限制还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只能搞那么短的一段传送带。对，就来回。对，有一点点是在局限之上，他尽量的去发挥创造。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曾经是觉得可能导演会是那种就是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他说就是有一些灵感反而是在限制的前提下，他才会获得一些新的想法。对，其实他之前有说过，广告给他的这个 budget 是可能远远高过 MV 的，可能就是 MV 只有广告的10%左右，好像也合理。就是后儿育时代，就是最近几年的儿育，不管是帮追命林琴还是帮东变，它基本上就是跟 Perfume 一样的，越来越走剧情化的，而且它的那些镜头感也越来越电影化。像东变的绿酒是东变最新发的歌。说真的，我也是第一感觉是跟你一样，就是为什么这个 MV 的感觉是那么的剧情化，就是非常的具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我感觉他那个日文歌词的用词都非常生涩，所以我就特地去网上查他那个歌词，就是原来这个歌是某一个经济节目的片尾曲啊。对，经济节目？什么叫经济节目？就是东京电视台可能有一点像经济时论类节目的片尾曲，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每一段的那个开头就说什么日本的民众高兴起来还是努力起来什么的，所以就是它其实是一支鼓励社畜的歌。所以我看了以后我才理解他为什么要拍成这样一个 MV。然后他那个绿酒的意思好像就是日文里面有一个红灯绿酒，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灯红酒绿啊。看了以后我就明白说他为什么会拍的那么实体，而且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虽然不是鼓励我们国家的社畜对，我这支 MV 其实我也觉得很不以前的东京事变。这支 MV 整个就透着一种很温柔很温暖的气氛，而且它的英文名这首歌好像叫做 Awakening。好像是的，对的。
所以他真的整个就透露这种向上的感觉。对，然后柯南的那个剧场版的主题曲就永远的不再证明，这2首歌我都觉得非常能代表目前当下儿玉他的倾向，因为其实儿玉他后来他有说过，他非常希望他有一天能拍电影。那当他想拍电影的时候，他肯定不能再那么坚持他以前的那种工整型的构图啊，或者是说是过度的追求对技术的因为如果一旦是电影的话，你的镜头语言就必须得有情绪，必须得有氛围。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儿玉他逐渐在做的一个改变吧。那接下来我就要回到我上一期留下的尾巴了，就是为什么就 MV 而言，我认为3分钟跟2小时好押韵啊。确实我也觉得3分钟跟2小时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有儿玉一风格的作品。3分钟是2009年拍的，那么2007到2009儿玉一都在忙于拍 Uniqlo， 冷冻的3分钟基本上把 Uniqlo 的特色全部继承过来了，它的画面跟它的这个音乐节奏是完全 match 所以你看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好愉悦，觉得不拖沓。踩点踩得很好。对对对，其次它的剪辑又非常的滑顺，就是这个镜头到下个镜头严丝合缝。然后第3个构图太美了，Still Young 对吧，一高一低，一远一近。是有一点点黄金分割的那种感觉，然后 triangle， 对，感觉好像还有一点那个什么 harmonious triangle， 所以你知道它的构图让我真的是看得赏心悦目，它真的非常讲究看似好像是随意的，但是你这样一解释的话，每一个场景其实都是有它一定的美学上的一个标准在那边的。后儿玉时代就是2小时了，他开始做自己了，就是他疯狂的往这个 MV 里边塞和他自己相关的东西。这个 MV 最早出来的时候，大家说有点心疼儿玉，就说明明是3个人的电影，我却不能有姓名。但实际上，这整个 MV 就全部都是儿玉的爱好跟趣味还有脑洞。夹带私货，超级夹带的一支 MV。一开始他放了一张黑胶唱片上去嘛，上面写了苹果跟熊光的名字，然后还有这首歌的歌名。但是朋友们请 zoom in， 你会发现它上面有一点像圆圈，然后还有大概1-2条线，像轨道的那种感觉。没错，这个是旅行者1号跟旅行者2号，我们地球1977年向宇宙发射的2个卫星，带着我们人类的讯息，然后去探索宇宙。除了这里之外，它还在 Amazon Fashion Week， 他让模特拿着的那张就是当时旅行者1号带上去的金唱片。By the way， 这个模特跟那个衣袖 MV 是一个人是不是啊？对，他其实也非常喜欢用他用过的人，比如说 Uniqlo 里的2位舞者，其实他也用在了东京事变闪光少女里。牛顿摆，儿玉真的很喜欢这东西，他在他的好多 MV 的场景里边都放上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自从我动森的小动物送给我好几个以后，我就有 PTSD 不要再送我，不要再给我看到这个了然后指南针2小时里的指南针是真的标明了方向，这首歌里也有标的是12地支。你不说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山什么的。苹果跟熊光乘坐的那个宇宙飞船，它借鉴了2001太空漫游，然后你看它连镜头都一样。对，基本上就是致敬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兔子2小时里也有，重点是它官网也有他是有一点点喜欢什么爱丽丝元素的还是什么？为什么他对兔子会情有独钟？而且这2只兔子其实是他那个 studio 里的2个雕塑。可能其实有些艺术家对某一些符号或者某一些物品是真的是情有独钟，我觉得。然后我真的是找吐血了，在2小时里他特地给了车牌一个大概1-2秒的特写，我就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终于被我找到，这是日本航空宇宙技术研究所报告 LiftJet 等涡轮的那个出口的温度793。他其实真的很喜欢就是跟太空啊什么有关的一些东西。对啊，这个 MV 根本不是熊光跟苹果，真的是他在喊。不过怎么说，因为歌词本身说的是2小时的假期，然后他又把这2小时的假期给升华到或者说是拓展到了整个宇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有那种提升了这个歌词的表现力。到最后抛开儿玉塞的这些私货之后，这个 MV 背后其实有蛮多有一些引申的意思的。然后熊光跟苹果中间的那个玩具，对，是放在他 studio 里的。另外一个他画了一个像是土星一样的，那个也是他办公室里的，是一款很古早的游戏机，叫 Vectrex 好像。他好像很喜欢这种小玩意。
对，我觉得他其实童心蛮重的，而且我觉得他一直都没有走出他童年的那些爱好。是的，我也觉得。然后呢，倒计时能弄3分钟最让人记忆深刻。但是其实最早出现倒计时的是 Baseball Bell 的是什么马兹利诺阿斗？对，其实这首歌才是最早把倒计时这个元素放进去的。这首歌早到2006年哦，3分钟是09年。然后它数位越来越多，之前是6位，然后后来变成8位。对。那今天结论就是什么呢？又到了最有挑战的做 ending 时间，而寓意就是一个太难了，就这样吧。